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习惯把钥匙放在左边口袋？为什么排队时下意识选择某个特定的队伍？其实我们总以为自己是理性的，但心理学研究却带给我们一个不同的观点。人类每天可能有高达 90% 的行为是交给自动导航系统处理的，这背后的原因在于节省大脑能量。我们大脑的重量仅占体重的 2%， 却消耗了全身 20% 的能量。为了生存，潜意识会倾向设定好无数个预设模组，这些模组就像无形的指纹，印在你走路的姿势、桌面布置，甚至是丢掉的垃圾里面。如果你懂得解读这些隐含的代码，你会发现了解一个人有时候不需要只听他说什么，而是观察他做了什么，往往能提供更真实的资讯。我们先从一个著名的实验聊起。德州大学心理学家山姆·高斯林曾做过一项研究，他让一群完全不认识的志愿者单纯透过观察另一群人的个人办公室和卧室来判断性格。神奇的是，观察者仅透过空间里的物品摆放，就对房间主人的性格判断准确率超过了主人亲近的朋友。而这就是著名的窥探心理学。他认为一个人的居住或工作空间很大程度是个人特质留下来的行为遗产。现在你可以试着看看自己的办公桌，上面放的是家人的照片还是得到的奖状。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身份标志物，它们的存在目的就像主人写给世界的自我简介。如果桌上有显眼的奖状与奖杯，这通常反映他有较强的目标导向，但也有可能暗示内心对于认同感有一定的渴望，需要透过这些物理实体来反复确认价值。相反的，如果桌上放了大量的私人物品，则可能意味着他试图将工作环境打造出一种安全感。这类人通常比较感性，重视职场里的人际关系，他在寻求一种心理上的温暖，试图用熟悉的物品来缓解大脑对竞争环境产生的天然防备。除了摆设，空间里的色彩与音乐都被视为潜在的情绪调节器。研究发现，外向者有时候会偏好节奏感强、信息量大的音乐，因为他们的神经系统需要持续的外部刺激来维持兴奋感。而当下感到焦虑的人，办公桌往往会维持的比较简约，这未必是因为他们单纯爱整洁，而可能是大脑以高速运转，多余的杂物或声音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种能量的耗损。关于混乱与整洁的讨论也比我们想象中的更有层次。明尼苏达大学研究发现，杂乱环境有时候会激发创造力。实验结果显示，在杂乱环境里的人创意评分平均高出为 25%。 这背后的逻辑是，非典型的秩序可能诱发大脑进行更多非线性的连结。然而，那种极度式的真空式整洁往往不一定是因为爱干净，而可能是内心存在着对控制感的追求。当内心世界感到混乱或失控时，人会倾向透过整理物理空间来达成心理学上的补偿性控制。他正试图透过掌控桌面来告诉大脑，我的生活还在轨道上。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原本很随性的人突然开始大扫除，这可能是一个信号，代表他最近感到的压力或许已接近临界点。如果说空间是静态的证据，那走路姿态就是动态的告白。在心理学的步态分析中，重心前倾且步伐快的人通常具有竞争心强、目标性明确的特征。他们不只是在走路，而是在完成一段距离。而重心后移、步伐缓慢的人可能更倾向享受当下，但也可能代表他对目前的环境掌控感比较低，处于一种防卫以及观察的状态。这里一定要提到经典的光点实验。1980年代，研究人员在参与者的主要关节处上贴上发光点，当这些光点的移动，观察者竟然能具备一定的判断力，去推测这个人的自信与情绪状态。研究发现，自信感较强的人，肩膀和背部的联动通常比较流畅且幅度适中，而当人感到焦虑时，肢体往往会显得比较僵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在面试时还没有开口，面试官就已经对他的状态有了初步印象。你也可以观察一个人的脚尖朝向哪里，往往会反映了他当下的心理趋向。如果你在跟人聊天时，对方的上半身对着你，但脚尖已经转向门口，那他的内心可能已经在考虑结束对话了。这在演化心理学中被视为一种逃离信号，是原始大脑在感到无聊或不安时发出的生物反应。
接着让我们来聊聊一个真实的研究领域——垃圾桶里的真相。亚利桑那大学的教授发起长达20年的垃圾计划，他发现垃圾桶里的遗留物有时候比问卷调查提供的资讯更准确，这在行为学中揭露了理想自我与真实自我之间的鸿沟。一个著名的案例是，研究人员先对某社区进行了调查，询问饮食习惯，大多数的人都宣称摄取大量蔬菜，并严格限制酒精。然而，当团队在翻垃圾桶时，却发现了大量的零食包装和超出预期的空酒瓶。这不代表这些人在恶意撒谎，而是人在自我表述时会不自觉地将理想中的自己拿出来回答。大脑为了维持这种自尊，有时候会自动过滤掉那些不够完美的行为细节。此外，还有一个迷人的镜像效应，如果交谈时动作高度的同步，比如同时拿起水杯，同时交叉双腿，这通常代表潜意识已经达成了一定的连结。这是一种生物本能的趋同反应，代表对方在心理上放下了防备。反之，如果对方的身体始终后仰，即便他在微笑，他的潜意识也有可能在保持心理距离。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我们在教怎么看穿别人，但行为科学真正迷人的地方是揭露人类行为中的对抗性。理想大脑想要展现完美的样子，而原始大脑则会透过细节流露出真实的情绪，比如压力大时会疯狂地刷手机，这在心理学上就叫排遣行为，就像鸟类在遇到威胁时会突然梳理羽毛一样。这种看似毫无意义的动作是大脑在处理高难度情绪时的缓冲程式。当你看到同事在会议中不停按圆珠笔，他可能不是在烦你，而是大脑正在试图消化当下难以处理的压力。我们研究这些细节并不是为了批评他人，真正的意义在于，当你开始察觉这些，就能从自动驾驶模式切回手动操作。当你发现桌面极度混乱时，你可以告诉自己，这未必是蓝，而是大脑现在可能需要更多的空间来进行非典型的思考。当你发现对方的脚尖朝外时，你可以体面的主动结束对话，这本质上其实是对人性的理解与包容。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在努力的表现得专业冷静，但透过这些生活的细节，我们能看见那个更真实也更焦虑的灵魂。当你能读懂这些细微的语言，你就拥有了一种更敏锐的观察力，不再容易被表象所迷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频道的初衷是希望透过更有趣的视角与系列，陪你找到自己能吸收的那一套方式。我们不求瞬间致富，但求看清局势，不再随波逐流。如果你也想在复杂的世界里拥有一双清醒的眼睛，欢迎订阅小九楠楠并打开小铃铛，下次见，拜拜。